究竟要如何看中国最新的经济成绩单？我们马上连线方德金控首席经济学家夏春博士。夏博士你好。主持人好。我们刚才在片中也提到，中国去年的 GDP 增长是5.2%啊，这个数字您怎么看啊？那对于今年2024年的 GDP， 您有什么样的预判呢？应该说，今年5.2的这个增长速度呢，还是跟市场的预期相对比较符合的。因为前面3个季度的数据出来之后呢，市场呢其实就大概估计在今年4季度能够实现全年的这样一个增长目标。那么有了这个目标以后呢，现在大家可能把关注点呢转移到了今年2024年的这个总的目标。当然市场上有不同的观点然后一些组织呢也做了一些预测。我们的判断呢认为，今年3月份两会呢可能会把全年目标还是定在5%左右定在5%左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这里面包括我们国家对一个未来长期经济的基本面里面的一些政策支持。这里面呢就是包括一些看多中国的这个长期发展需要设定一个相对高一点的目标。5%左右的目标呢，在去年其实已经实现。那么今年的话呢，应该说还是有很多条件呢可以去实现的大家也做了一些测算。当然这个目标呢就是真正实现起来会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全球的在2024年的这个压力在这里。不过呢，还是有比较多的政策工具去推动这个目标的实现。确实，您也提到有一系列的压力包括我们也知道，其实房地产就是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压力的组成部分。那房地产的这个目前的这个问题，我们究竟怎么样去期待更多的政策？这个政策要如何发力来化解当前的房地产的风险？其实即使是对于房地产这方面呢，我们说其实还是有比较多的政策空间第一个呢，就是像从货币政策来讲呢，目前呢其实大幅降准和政策性利率的空间其实还是蛮大的，特别是现在的通胀近乎零，或者说甚至是一个负数的状况的话呢，那么相对于目前1年期的一些利率水平那么其实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的。再一个呢，就是大型金融机构它现在的存准率呢，现在还在11.5%左右，那么这个呢降准空间也是有的。财政方面呢，其实呢可以说呢就是没有过多的必要呢去强调这个地方债的违约，因为这个是可以通过展期和借新还旧来解决的所以可以在目前的环境下呢加大逆周期的一个刺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可以呢去加快推动城市化因为现在呢像户籍制度那么这里面还有比较多的限制。那最近公安部呢其实取消了人口300万以及以下城市的户籍要求。还有呢，就是从土地角度来讲呢，地方政府呢，其实可以在这个房价下跌的时候呢，可以采取限制土地的销售进行土地的回购以及呢，像政府呢还可以设定像一些所谓的政策性的银行一些专项的资金，来对一些这个城市的一些住房呢，可以建好的房子呢进行去购买然后呢把它转化成这个保障性住房。所以实际上呢，要吸取日本和美国在过去房价下行中一些经验。那么果断的采取行动。那么从这些方面来讲呢，应该在今年呢，我们会看到呢陆续出台这方面的政策。好，那么在资本市场方面，我们看到今天整个亚太区的股市可以说是全线的在下跌尤其是港股现在今天是下跌了接近600点，跌幅超过了3%。我们都知道港股估值其实处于一个历史的低位，但是现在大势还是无力反弹，包括今天其实 A 股表现也不尽如人意。您觉得这个当中是什么样的原因？后续有什么样的展望？最近这一段时间，其实资本市场，尤其是中国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那么的确是有一系列的负面的因素。除了大家可能比较多的强调的一些政策性的因素以外呢，其实最核心的因素呢，实际上是从开年到现在，去年底有一些这种财富平台的这个暴雷从中植到海银到最新的这个深圳的这些鼎益丰这些公司他们出现了这种明显的暴雷，那么要清仓处理很多资产。那另外一个呢，可能大家可能没有太注意的呢，就是还有一个过去几年的金融机构呢推出了一个雪球的这样的一个金融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跟指数挂钩的。当指数不断的下行之后呢，它必须要去抛盘就是这是产品结构设计上的一个东西。所以目前来看呢，这个随着这个指数点位呢越来越靠近挂钩的指数就现在下行的空间，那么就导致了这个抛盘呢在加剧。实际上呢，
可以说现在离这个最危险的这个平常线呢，其实还有那么一点距离。那么越来越靠近这个距离的时候呢，就未来一段时间呢，这个压力还会存在啊。所以这个呢是目前市场上面呢确实是让大家感到很担心。那么至于宏观方面呢，就是刚才讲的啊，这里面有美国的一些政策啊，特朗普的一些获选啊，中国一些政策目前的这种带有一些不太明确的啊这种信息啊，也让市场呢感到比较的担忧。所以总体上来讲呢，这一段时间呢，可能对市场的这个压力呢，我们还是要多一些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理解啊。